印度国防部正式收到空军的一份提案，准备再采购114架印度制造的阵风战斗机，预算高达2万亿卢比，折合美元差不多是226亿。这笔钱要是换成现金，估计能把恒河水给吸干了。如果这笔交易成了，那将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采购订单，突出一个毫无人性。话说，这阵风战斗机可是法国达索公司的得意之作，正经的 4.5 代机，江湖人称全能选手，能空战，能对地，能反舰，甚至还能揣着核弹头搞末日审判，性能绝对是顶级的。可问题就出在这儿，印度制造4个字上。这4个字背后站着一个神一样的企业，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简称 HAL。 这个 HAL 有多神呢？这么说吧，就它的事故率而言，阎王爷见了它都得递根华子，喊声大哥，感谢他为地府的 GDP 增长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这次的事儿，它就不是个简单的军购新闻，它是一部横跨20年，集官僚主义、眼高手低、国际博弈和黑色幽默于一体的史诗级大戏。这背后真正的问题是，印度这哥们儿到底是想通过这笔天价订单实现其国防自主的伟大复兴，还是准备给全世界军工行业上一堂公开课，告诉大家什么叫花最多的钱挨最毒的打？这笔2万亿的学费，印度到底交的值不值？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背后让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脑回路。要说清楚印度为啥对阵风这么执着，咱们得把时间倒回到本世纪初。2001年，印度空军发现自己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主力战机还是苏联时代的老古董米格21。这玩意儿虽然皮实，但架不住老呀，飞着飞着就往下掉零件，甚至飞行员每次上天都得先写好遗书，人送外号飞行棺材。眼瞅着中队数量一天天减少，印度空军急了，于是大手一挥，搞了个中型多用途战斗机采购计划，准备买126架新飞机来填补空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全世界的军火巨头闻着味儿就来了。美国的 F-16、FA-18，欧洲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还有法国的阵风，6大高手齐聚德里，堪称华山论剑。印度空军这边也是拿出了选飞的架势，各种测试、评估、技术验证，搞得那叫一个精挑细选。一晃10年过去，直到2012年，印度方面总算宣布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拔得头筹，理由是综合全寿命周期成本最低。你看，三哥买东西还是挺会算的。按理说，既然都选出来了，接下来就该签合同、打钱、交货了。可谁也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按照合同，126架飞机里只有18架是法国原装进口，剩下的108架要由咱们今天的主角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印度本土进行许可证生产。法国达索公司一听这话，当时就懵了，他们派人去 HAL 的厂房里转了一圈，回来之后脸都绿了，连夜给印度国防部发了封邮件，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是：兄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是我们真不相信你啊，让我们给 HAL 生产的飞机做质量担保，这跟让菩萨保佑日本不地震一样，属于是跨专业抢人所难了。达索的担心那可不是空穴来风， HAL 这家公司在印度国防工业里那是独一份的存在，属于是茅坑里头的石头，又臭又硬，经他手造的修的飞机事故率高的离谱，连印度空军自己都吐槽。达索作为一家要脸的国际企业，哪敢把自己的金字招牌交到这么个维修刺客手里，万一以后飞机掉下来算谁的？于是双方就谁来负责质量保证这个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印度说你得负责，技术是你的。达索说我只负责我造的，你造的你自己负责。就这么来来回回扯皮，交易价格也从最初的100多亿美元一路飙升到了300亿美元。印度空军眼巴巴的等着新飞机，结果等来的却是不断上涨的账单和遥遥无期的合同。最后这事儿把刚上台的总理莫迪给惹毛了。2015年，莫迪访问法国，直接绕开了这滩烂泥，跟法国签了个政府间协议，快刀斩乱麻，先买36架法国原装的阵风应急，流逝迫切的作战需求。至于那126架的大单子，对不起，黄了。你看，这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军购，折腾了10几年，最后落得个虎头蛇尾。它失败的根源不是飞机不行，也不是钱不够，而是印度国产化的雄心壮志撞上了 HAL 烂泥扶不上墙的残酷现实。这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梦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骨感的只剩骨渣。而更讽刺的是，10年前法国人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印度 HAL 不行，可10年后印度人似乎把这茬给忘了。就在印度为了阵风能不能国产化的问题跟法国扯皮扯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他们的老邻居巴基斯坦也没闲着。你印度有钱可以满世界买，我巴基斯坦虽没钱，但有大哥。近年来，巴基斯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自中国的战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合作生产的枭龙到直接引进的更为先进的歼 10C， 都极大的提升了其作战能力。对此三哥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传统上的轻视，也夹杂着对我们技术实力快速增长的刻意忽略。在他们看来，你一个后起之秀怎么能跟我高贵冷艳的法兰西血统相提并论？然而现代空战早已不是骑士对决，比的不是血统，而是谁的剑更长，谁的眼更尖。时间来到今年5月，印巴507空战结束后，
印度方面大肆宣传，称阵风的实战表现出色，其先进的频谱电子战系统全面压制了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霹雳151空导弹。一时间，阵风似乎成了不可战胜的神器。然而就在印度媒体一片欢腾之际，来自伊斯兰堡的报告却描绘了一幅截然相反的画面，一幅让新德里颜面扫地的画面。巴基斯坦方面声称，他们利用了印度情报上的漏洞，并执行了一场教科书式的网络中心战。巴基斯坦的预警器能够在超远距离就锁定印度的机群，并将目标数据通过数据链实时传输给埋伏的歼 10C 战斗机。歼 10C 在全程保持雷达静默的情况下，发射了 PL-15 远程空导弹，这使得阵风战斗机上先进的光谱电子战系统成了睁眼瞎。直到 PL-15 的末端主动雷达开机，才惊觉死神已至，但为时已晚，最终被一一击落。这下整个印度的空气都凝固了，这就好比你天天在健身房里对着镜子摆 pose， 研究蛋白粉哪个牌子口感好，结果出门让人家一个送外卖的给干趴下了。人家练的是实战，你练的是自拍。印度花了上百亿美元等了10几年，好不容易盼来了梦中情机，结果首战就送了团灭，这脸打的那叫一个啪啪响，隔着喜马拉雅山都能听见回声。当然，一场冲突的胜负并不能完全归结于飞机的性能优劣，它背后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作战体系的比拼，包括预警机、地面雷达、电子战能力、数据链，以及最重要的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和战术素养。巴基斯坦的胜利恰恰说明他们的整个作战体系在那一次的对抗中运转的比印度更有效，而这恰恰暴露了印度国防建设的第二个致命缺陷。重金购买屠龙刀，却忘了学屠龙术。他们迷信于采购最先进的平台，以为只要战斗机够贵够好就能包打天下。殊不知，现代空战打的是体系，是信息，是协同。你买了一堆顶级的硬件，结果系统不兼容，驱动没装好，操作员还是个新手菜鸟，那上了战场照样是送人头。按理说，经历了长达10年的采购闹剧，又在实战中被对手上了一课，印度应该能痛定思痛，好好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了吧？比如那个扶不起的 HAL 公司，是不是该对他动刀子了？然而，三哥的脑回路岂是我等凡人所能揣测的？这次2万亿卢比的大单，核心就是印度制造，超过 60% 的零部件要在印度本土生产，而承担这个光荣而艰巨任务的，不用问，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看到这里，我估计法国达索公司的 CEO 晚上睡觉都得笑出声来。10年前，我死活不肯给你做担保，现在你花双倍的价钱求着我，还让我把生产线搬你家去，让那个马路杀手来组装我的法拉利。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魔幻的生意吗？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下，把阵风这么精密的战斗机交给 HAL 来造到底有多么惊悚，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HAL 公司的光辉历史，那简直是一部印度版的死神来了。首先是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坠机记录。前面提到的米格21飞行棺材，自1963年以来，在印度空军里摔了超过490架，这其中 HAL 的功劳功不可没。再看看他们自研的 ALH 北极星直升机，那也是个寡妇制造者，3天2头的往下掉。不仅私家军队摔，卖到国外也摔。当年厄瓜多尔买来7架，结果摔了4架，最后人家一怒之下把剩下的飞机全给退了，顺便把 HAL 拉进了黑名单。其次是层出不穷的技术故障和质量问题。HAL 组装的苏 30MKI 机队妥善率常年徘徊在 55% 左右，远低于 70% 的最低作战要求。意思就是买来100架，随时能飞的只有50多架，剩下的都在排队等维修。HAL 生产的英式教练机，发动机核心部件鹅毛管轴频繁断裂，导致新飞机飞了1000小时就得大修，而原厂的设计寿命是2000小时。至于 HAL 自研的光辉战斗机，更是磨了30年，磨到连印度空军自己都嫌弃，就连印度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里特辛格都曾在公开场合忍无可忍地炮轰 HAL。 此时此刻，我就是对 HAL 没有信心。这位空军大佬还抱怨说， HAL 说好了今年2月前交付11架光辉 MK1A， 结果到日子了，1架都没造出来。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满脑子都是问号？一个连自己空军司令都信不过的公司，一个连教练机发动机都造不好的公司，一个把外国客户都坑跑了的公司，印度政府现在居然要豪掷2万亿卢比，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阵风的生产线交到他的手里。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那就是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战略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正确的高度。HAL 作为印度硕果仅存的国有航空巨头，是这个战略的脸面和象征，所以哪怕它再烂，也得硬着头皮往上顶。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或者经济问题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了维护印度国产化的政治正确，军事上的逻辑和安全上的风险都可以往后稍稍。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出世界军事史上最荒诞的一幕。10几年前，法国人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印度 HAL 不行，可印度不但不听，还在10几年后花更多的钱搞了一个以 HAL 为核心的更大规模的采购。这不叫从错误中学习，这叫花钱请老师来观摩自己如何在一个坑里摔倒2次。
这也已经不是国防采购了，这是国家级的感动印度。最后感动的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这2万亿卢比砸下去，也许能听到几声响，但更大的可能是听了个寂寞。印度国产光辉战机居然在迪拜坠机了，真是让人大失所望啊，家人们。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前几天的迪拜航展上，印度自研的一架 LCA 光辉战斗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摔成了一团火球，现场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总之这一摔不仅吓坏了现场的目击证人们，也把三哥苦心经营的军工出口梦给摔了个稀碎。这下别想着跟咱们的枭龙战机抢订单了，还是先想想怎么挽尊吧，毕竟这次丢脸都给丢到国外了。更离谱的是，就在坠毁4天前，光辉战机就被拍到了机身漏油，结果三哥不仅不赶紧趴窝检修，竟只是随手找了个购物袋去接油，还辟谣说这只是正常排冷凝水，毕竟迪拜实在太热了。行，你说的都对，是我们不懂技术了。好，那这光辉到底什么来头呢？这么说吧，那可是三哥举国之力捧在手心里的宝贝疙瘩，印度国产战机的标杆，40年了，摔了1000架战斗机的印度空军心中最骄傲的顶尖王牌战机。为了造它，印度人耗了整整33年，只为33年磨一剑，这效率真是让人肃然起敬。但关注三哥的都知道，这已经不是光辉第一次摔了，去年3月就在拉贾斯坦邦摔了一架，好在飞行员成功逃生，再加上事儿出在自家地盘，脸也没丢大。结果这才过了几个月呀，就把洋相给丢到迪拜了。如果只是摔飞机，那还不算什么，毕竟哪个国家的战机都有坠毁记录，这里头有概率问题。但问题在于，就在半年前的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干了一仗，结果印度花高价从法国买的阵风战斗机被中国造的歼10C 给打得满地找牙，至少被击落3架。摔飞机、打败仗这件事情单独拿出来看，都可以找理由解释，比如什么装备不行、训练不够、战术失误，甚至还可以甩锅给天气不好。但如果把这件事情串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印度军队的问题根本不在表面，而是在骨子里。先说第一个问题，种姓制度。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说，种姓制度不是早就废除了吗？你说的对，但问题在于，法律是一回事，但现实是另一回事。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这玩意儿早就深入骨髓了。你以为军队是个例外，那可就想错了。印度军队表面上是不谈种姓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种姓的影响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首先是军官选拔，印度军队的军官主要来自2个渠道，一个是国防学院，一个是各个邦的预备军官训练队。听起来挺公平的是吧？但问题在于，能进这些地方的人大多数都是高种姓，因为要进这些学校，你得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你得会说英语，你得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条件对于低种姓的人来说，基本就是天方夜谭。2018年一份数据显示，印度军队的高级军官中，婆罗门和刹帝利这2个高种姓占了85%以上，而在印度的总人口中，这2个种姓加起来也就20%左右。更有意思的是，印度军队还保留着所谓的种族团制度，就是按照地域和族群来编制部队，比如说锡克团、拉齐普特团、马拉塔团等等。表面上看是尊重传统、发扬地域特色，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种姓隔离。你想想，一个低种姓的士兵怎么可能进入一个高种姓为主的精锐部队？一个来自北方的婆罗门军官又怎么可能被派到一个南方的低种姓部队去？所以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了3、6、9等。而这种分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一个军队如果内部都按照出身来分3、6、9等，你让他们怎么并肩作战？你让他们怎么互相信任？这种制度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有能力的人因为出身问题被埋没，而一些能力平庸但出身好的人却能够平步青云。这不是在削弱战斗力吗？这不是在自己给自己挖坑吗？但印度的高种姓精英们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军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种姓制度。如果让低种姓的人掌握了军权，那整个社会的秩序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你看，种姓制度在印度军队中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它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战斗力和凝聚力。说完种姓，我们再来聊聊第2个问题，政变的阴影。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印度不是民主国家吗？怎么还会有政变？你还别说，印度虽然标榜民主，但政变的隐患一直都在。要说印度军队和政变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叫阿尤布汗。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不是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但正是这个人给印度军队敲响了警钟。1958年，时任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的阿尤布汗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自己当上了总统。这件事在整个南亚地区引起了巨大震动。要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来就是一家，1947年才分开的。既然巴基斯坦的军队都能政变，那印度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开始着手防范军队政变的可能性。怎么防？很简单，削弱军队的政治影响力。首先，尼赫鲁确立了一个原则，军队必须服从文官政府的领导。这个原则在印度宪法中明确写着，任何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不得参加政党活动。
其次，刻意压低军队的待遇。你可能想不到，印度的军人待遇在南亚国家中是相对较低的。一个印度陆军上校的工资可能还不如一个政府部门的中层官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军人在社会上有太高的地位，防止他们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第三，尼赫鲁还搞了一套制衡机制，印度的海陆空三军是分开管理的，三军分立，互不统属，并且真正管军队的是总理和内阁国防委员会。这套制度设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军队的权力分散化、碎片化，让他们没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但问题在于，这套制度虽然防住了政变，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军队的效率低下，决策缓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我军都已经打到印度境内了，但印度军队的反应却慢得吓人。为什么？因为决策链条太长了。前线的印度指挥官要打仗，得先向陆军总部报告，陆军总部再向国防部报告，国防部再向内阁报告，内阁开会讨论完了，再层层下达命令。等命令传到前线，黄花菜都凉了。并且由于三军分立，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印度空军不听陆军的，海军不听空军的，大家各干各的。到了1999年的卡基尔冲突，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当时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打了起来，但印度三军之间的配合依然一塌糊涂。陆军抱怨空军支援不力，空军抱怨陆军情报不准，海军干脆就是打酱油的。为此，印度军方多次提出要设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参谋长来协调三军行动，但历任政府都不敢答应。为什么？还不是怕军队做大，怕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军事强人。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2019年，莫迪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设立了国防参谋长这个职位。但即便如此，这个参谋长的权力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能协调，不能指挥。真正的指挥权还是在三军总司令手里。所以你看，印度政府对军队的防范心理有多重，他们宁愿牺牲军队的效率，也要确保军队不会对文官政府构成威胁。但这种防范真的能防住政变吗？未必。因为真正决定印度军队会不会政变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其军人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改革困局。印度军队的问题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种姓问题影响团结，政变阴影导致效率低下，装备老化，训练不足，腐败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印度不是没尝试过改革，但每一次都陷入了困局。先说装备现代化，印度军队的装备老化是出了名的，他们的主力坦克还在用80年代的特72，主力战机还在用60年代设计的米格21，这些装备别说和中国比，就是跟巴基斯坦比都已经落后了。那为什么不更新呢？因为没钱。印度的国防预算看起来不少，2025年是787亿美元，排世界第3。但问题在于，这笔钱的大头都用来发工资和维持日常运转了，真正能用来买装备的不到 30%。而且印度买装备还有个毛病，就是特别喜欢买进口货，还买的特别贵，一架法国的阵风战机都能买出天价。为什么这么贵？因为为了回扣。印度的武器采购体系腐败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讲个例子就明白了。2013年，印度要买一批直升机，结果涉及多方复杂贿赂网络，总额达数千万美元。事情败露后，负责人倒是进了监狱，但这笔采购案也黄了。而类似的案子在印度军队里简直不要太多。最要命的是，印度的官僚体系效率低得吓人，一个装备采购项目从提出需求到真正装备部队，平均需要15年。你没听错，15年。等这个装备真的到了部队手里，它可能已经又落后了一代。印度自己搞的国产武器就更搞笑了，他们从1983年开始研发国产主战坦克阿琼，到2004年才正式服役，整整搞了21年。结果服役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太重了，印度的桥压根承受不了它的重量，最后只能少量装备，大部分还是得买俄罗斯的。还有我们开头提到的光辉战斗机，从1983年立项到2016年才正式服役，搞了33年。等他真正服役的时候，已经比原计划落后了整整2代，而且性能还不如人意，印度空军自己都不太愿意用，更何况是现在已经有2次坠毁记录了。面对这些问题，印度军方也很无奈，他们知道问题在哪儿，但就是改不动，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复杂了。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顽固基石，动了它，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受影响。政变防范是印度政府的核心关切，这个更不能动。装备采购的腐败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潜规则，想改那得罪的可是一大批人。所以印度军队改革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问题摆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但就是没人能改，也没人敢改。到了今天，印度军队依然在这3重危机中挣扎。回到迪拜航展的那场事故，飞机坠毁后，印度空军发表声明说要调查事故原因。但你觉得他们会查出什么？会承认光辉战机的设计有缺陷吗？会承认自己的国防工业体制有问题吗？不会的。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归咎于飞行员操作失误，或者天气原因，或者其他什么不痛不痒的理由，然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光辉该怎么生产还怎么生产，该怎么宣传还怎么宣传。因为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光辉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更是一个政治符号，它代表着印度的大国梦，代表着印度要跻身军事强国的雄心。
这个符号不能倒，哪怕它是个空壳子，也要继续撑着。所以你会看到光辉一边摔飞机，一边还在参加各种航展，到处宣传。印度政府一边承认它有问题，一边又说它是世界一流战机，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在三哥那儿已经是常态了。而印度军队的3重危机，种姓的枷锁、政治的纷争、改革的困局也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些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之中，除非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否则无解。而印度这个自诩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立志要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南亚巨人，或许会发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巴基斯坦，更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他自己。